美国国会有一个老牌对华鹰派机构，叫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你听这名都不是善茬啊！时隔7年，终于又踏上了来华的土地，转了北京、杭州、上海3座城市，点名要进华为、腾讯、阿里、百度、DeepSeek 5家头部科技企业，要进行实地考察。结果5家齐刷刷的都给拒了啊，一家的门都没摸着。哎，你这帮老不休的啊！以前站在2楼没少朝我们扔石头，现在站在平地上了，还想扒咱们家窗户。回国之后，他们的副主任麦克奎肯就对着媒体幽怨地说：哎，我们未能落实许多寻求的会面，包括与一些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会面，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数据点。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吃了闭门羹了啊！我要把这个记下来，回头写进黑材料里。咱们先搞清楚，这帮要扒窗户的他都是干嘛的？他们不是学者，而是制裁弹药批发商。很多人一听委员会审查经济安全这些词儿，还以为是什么中立的学术机构贸易交流的平台。大错特错 ，USCC 是2000年美国国会专门为中国入世量身定做的立法分支机构，12名委员由参众两院领袖直接任命，经费由国会全额拨款，核心任务就一件事儿：盯着中国写报告，给国会出各种制裁的主意。说它是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弹药库，一点都不夸张。它的战绩部随便翻几页，全是针对中国的实锤。2016年建议禁止中资企业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开启了投资审查收紧的先河。2018年炒作 5G 安全风险，为全面打压华为铺路造势。2020年鼓动扩大对华为的芯片出口管制，直接推动了后续的芯片断供。2024年首次正式建议国会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想掀掉中美贸易的基础。2025年700多页的年度报告，抛出28条遏制方案，全面加码芯片、AI、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出口管制。这次带队的2个人那更是战功赫赫啊！主席薛瑞福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是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华盛顿印太战略的老牌鹰派。副主席奎肯，芯片与科学法案的核心推手之一，同时还在美国 AI 企业兼任国家安全顾问。2个人加起来的履历基本就是半部对华科技遏制史。这样一个机构，天天在华盛顿写报告，建议怎么能卡我们脖子，现在突然跑到咱家门口说我想进你实验室看看你发展到哪一步了。这是交流吗？你这不是当我是傻子吗？而且他摸完了底还要回去调整一下下一轮制裁我们的精度的那种摸底。这个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呢，就是一个天天在背后写你黑稿，还专门找人堵你公司门口。不得不夸一下5家科技企业干得漂亮，集体给他吃闭门羹不是不开放，是不对你开放。这次 USCC 的行程安排特别有针对性去北京看政策，去杭州看电商与 AI， 去上海看金融与高端制造。这个路线图它还挺精准，都踩在中国科创的核心节点上他们对外的说法也很漂亮，说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讨论还停留在过时的假设上，我们要拿第一手事实更新认知。话倒说的挺谦逊的算盘打的倒是噼里啪啦响。他们点名要建的5家公司，华为、腾讯、阿里、百度、DeepSeek， 刚好覆盖了硬件通信互联网生态、通用 AI 3个最核心的赛道，全是美国制裁清单上的重点关注对象。按他们的预想，应该是企业高管亲自接待，带着参观展厅和实验室，畅聊技术路线和未来规划，最好还能透露点产能数据和供应链信息。回去之后，他们好把这些信息整理进他们的年度报告，明年的制裁提案就更有针对性了。结果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5记5家企业全部都拒绝，没有一家松口。这可是没有什么行政指令的就是企业最朴素的自保。它道理也很简单，你今天从我这听到的每一个数据，看到的每一条技术路线，明天都可能出现在美国国会的制裁提案上，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收集来打我的弹药？更有意思的是美方的反应，奎肯那句这本身就是个数据点，真的就好倨傲他哪怕被拒绝了，也要把拒绝本身写成我们不够透明的证据然后放进报告里继续给我们扣帽子。这套逻辑说白了就是我要查你，你必须配合，你不配合就是你心里有鬼，我就更有理由制裁你。